你就不怕报应？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？他要来索命，尽管来索呀！免得这。任姐好，嗨，任姐，她在教我说广东话，好难，很难啊，是啊，是很难的。就是普通话演广东话演啊，到底？当然是广东话了。我们拍哪个版本好玩啊？啊，然后我走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我觉得挺好玩的耶。其他组都说的是普通话，你辛苦一点了，因为我希望能用广东话来演。明白。我觉得难的是，比如说我是永寿宫的嘛，所有的剧本都是拍之前的那个晚上才给的，所以呢，我一拿可能就拿几十页。因为永寿宫都是我的地方，他们集中在这个景，这7天都是拍他。对，而且既然来参拜我，都是我在说话的啊，不停说话，一直在说，主场说。那我更惨的就是，他们都可以低头想，休息一下，开得亮亮，开个亮亮，还可以想，下一句是什么，再想一想。但我呢，永远都是这样。个人表演，每一场戏都是一丁点想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就一直这样。而且那个台词还是古装，再加上一些广东话连在一起，所以他的剧本到我手的时候，半夜我还要改呀，把他的背好还要改成我能说出来的。第3天我就哭了，我真的拍到崩溃，哭出来。哭出来之后呢，才是监制第一次相信我真的不行。平时太强了，他觉得你容易。没有，我没有逞强，我一直都告诉他，剧本那么迟我是做不了的，他们只是逼迫你。对，所有人不行，你都行，这个才是最痛苦。终于，他知道我是个女人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演员，一点不厉害。对，我不是 super woman， 他终于知道了，他就第4天给我休息一下，不怕永寿宫。可以休息3天。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戏给我们的那个训练，还这个作品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永远观众不会忘记经典。所以我劝他一定要来的原因就是这个，我们为了这个作品，我们应该要来的。对，真的。我们要不要先对一下？我們試試吧。對，先對一下，是沒時間啦。擺咗返去，但皇上可以傳召。但皇上好似未傳召過你喎，沒有講可有的，沒有可有的。歡迎上娘娘請安，娘娘萬福金安，萬福金安。你驚我奪咗你個聖寵？奪咗你嘅聖寵啫嘛？真嗎？你知道演这种戏的时候，演员之间就是其实他是在斗的是一个气场，你那个气场是不能输的。一旦你脑子里对方发现你在闪躲，或者你自己的脑子里一旦出现我在想词儿，你整个就泄气儿了。这个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但係皇上，我要宣召，本宮根本冇放過任何人喺眼內。因我奪咗你聖寵，不夠標，再標一點。而且就很趕，我们就在排练厅对了2遍词儿，就去现场排练了，压力非常大。我们首先不考虑你们什么景好吧，我们首先考虑把戏排完，好吗？好的。但從未聽聞娘娘宣召侍寢，早已經將娘娘6套牌擺咗翻去。你不能那麼冷靜。我一會兒自己感受一下哪句話能起來，哪個會舒服。雖以哀詞。我們再重來那個。內務府都係有心啦，孔共咧就訓出呢一支體面嘅壽額，即刻攞嚟俾娘娘欣賞啦。聽聞啊，皇后嗰度都冇啊，仲係娘娘你得人心。上次皇上派人嚟永壽宮打探情況係幾時？上個月差人送嚟一批詩卷，前幾日養心殿又送嚟一批貢梨。派人通知內務府，話本宮生完小格格，坐鬱期滿，叫佢哋將本宮嘅6頭牌
同時送去養心殿。係亮亮，多迎上亮亮請安，亮亮萬福居安。你明知自己有病在身，點解唔留喺延禧宮啊？點啊？病體為愈就咁急去儲壽宮侍奉皇后咩？亮亮，因為根本就冇病，請亮亮明察。因為心理只要亮亮，點會侍奉他人呢？每逢天光漸沉嘅時候，本宮個心就唔係好安樂，唔知係點解咧？人生難測，上一刻都好可能係阿諛奉承嘅嘴，下一刻就已經唔知係咪背裏插心嘅刀。求亮亮相信我啊！相信你，當初就係因為我相信你，所以處處為你籌謀。我為你鋪嘅青雲路你唔守，你係都要自掘墳墓。你真係以為背裏所做嘅好事，本宮咩都唔知道？亮亮冤枉啊！當然從入宮至今，處處被人欺負。如果唔係亮亮體恤，早已經唔知死咗幾位啦。亮亮，因為心裏只有亮亮，絕對唔係皇后亮亮安插嘅人。亮亮，如果我有半句謊言，必遭天誅。真係？亮亮，你係人中之鳳，當然只不過係隻腳鳥，百鳥朝鳳都要着亮亮左右噶。本宮想話俾你知，只要意志堅定，先至可以喺呢個宮裏邊活得長久。玉瑩，其實你係真病定係裝病，本宮根本就唔在乎。不過喺六宮裏邊，本宮最討厭嘅就係妄圖同我爭奪皇上寵愛嘅女人。你剛剛同我講，你一心向住我，別無他想。咁你呢一副面容都唔使留低啦。同我畫花佢。亮亮要過一影，機會我已經俾咗你，你自己睇下識唔識得把握啦。奴婢安善，向如妃娘娘請安。玉瑩小主佢身患頑疾，如果有咩衝撞到如妃娘娘嘅，實屬無心啊！你仲唔同如妃娘娘認錯？求亮你要命！安善，你既然咁識得維護你嘅主子，咁不如就由你替佢畫啦。奴婢唔敢。你喺家鄉嘅奶奶，好似已經年事已高啦。如果本宮冇記錯，出年都係你出宮嘅年紀。你話如果子欲養而親不在，都的確係人生嘅一大憾事。應該點做，唔需要本宮教你啦。如妃，你真以為你可以一手遮天嗎？
你只不過係擔心啫，雖然我係似妒忌我年輕美貌，叫我奪咗你嘅仙寵罷了。你真係以為靠你呢少少嘅知識就可以咁樣同我講嘢啊？聽聞娘娘個落套牌早已經重新擺上，但從未聽聞娘娘被宣召侍從啊！娘娘息怒。喺呢個宮裏邊，從來就只有我同皇后喺度鬥，從來本宮都冇放過任何人喺眼裏邊。就算你要同我鬥，都要睇下你自己有啲乜嘢份量。講到隻手遮天，只要我能夠遮到你嘅頭頂，要你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就已經足夠啦。得啦，小家咁唔肯食嘢啊！就算今日嘅花係有幾咁漂亮，都會有花殘衰退嘅一日。真係以為可以正茂風華一世？但你擺好心，你都睇到啦，仲跟住做咩啫？睇小我咩？你只不過係個小小嘅答應嚟咋？你剛才咁樣衝撞如妃，你知唔知道有幾危險啊？如妃就可以永遠風華前無咩？皇上幾耐未去過佢宮裏啊？佢已經唔係之前嗰個如日中天嘅如妃，所以佢先至記得我啲心人。你聽好啊！如果你要贏更多，唔該你先學識點樣唔會輸。我話你身患頑疾，其實係想幫你喺宮裏邊呢個戰場上邊脫險咋。如妃娘娘如今已經唔再相信你，你做乜嘢都係枉然嘅。與其係咁嘅話，你做咩繼續喺度搶喺度爭啫？我唔爭唔搶，我只要游刃如玉。如果你真想幫我，你就應該解釋清楚，我根本就冇被，更加冇背叛如妃。我唔幫你，我用得着要冒險得罪如妃嚟幫你解圍咩？你唔想放咪走啦，我乜告你？你估我想留喺呢度㗎？我只係唔想應承咗你額娘嘅嘢，我做唔到。你係咩意思啊？你額娘好耐冇收到你嘅消息，佢自己一人嚟到宮裏邊，又入唔到嚟，喺寒風裏面等咗好多個時辰啦。如果唔係我啱啱經過，佢仲喺度等緊你啊！佢叫我交呢個點心盒俾你。如果你有咩三長兩短，你係咪要我燒呢啲嘢俾你食啊？我額娘，佢仲好嗎？秋霜點笨，精神尚可。其實眾所皆知，你父親其實係廣湖總督嚟嘅。咁點解你額娘入了求救無門嘅呢？我額娘只不過係眾多妻妾中嘅一個。
我細嘅時候，其他姊妹對佢點心情？我同我倆唔受寵，冇得食。我倆食我，佢做埋材料自己做。係，我係一個唔受寵嘅疏女，但總有一日，我一定會出人頭地，讓我兩個上好日子。嗰啲太唔係我哋嘅人，恨我哋嘅人，悔不當初。其實榮華富貴真係咁重要嗎？唔知有幾多人以為喺紫禁城呢度巍峨嘅紅牆之下，我哋嘅生活係幾咁逍遙自在。但係想跳出呢埲牆嘅人多的是啊！你睇下歷代所有失敗嘅妃嬪，佢哋冇一個有好下場噶。我就算俾你贏，你每日都係喺啲你虞我詐生活裏邊，呢啲叫真快樂咩？呢條路係我自己選噶，無論係跪定係爬，我都要走落去。是一个指标嘛，是吧？其实那个衣服一穿上，那个妆一化上，如妃的感觉就来了。其实音乐一来的时候，就把我带回那个状态，这个京剧韵律当年的那个氛围里面，这个戏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服装其实一穿，上身了，就上身了。對，呢個後宮從來就只有你同我兩個喺度鬥。其实我的感受跟秀恩姐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，对，不可思议嘛。18年后竟然有个机会再演多一次，我觉得好好玩，非常难忘。对，压力特别大。两位老师是很代表 TVB 当年那个精髓的，我给他们就不添乱，就希望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 TVB 的剧，就是他们的那种专业，会把我很快的就拉到那个状态里面。只是这部电视剧在当时在香港是很火的啊，有3个视后，2个视帝是吗？其实韩雪真的演得很好。哎，说实在，我很少害怕演员的，他有一点让我害怕的，可是也喜欢跟他对，因为对了一个强手才会有再突破自己那个感觉。粤语是很难学，8个音啊，对，所以我佩服你。整个片段下来，我真的是觉得无懈可击，非常棒，3个都是我超爱的。謝謝。韓雪可以進去 TVB 演戲了。我努力。我觉得難度很高，我觉得是非常厲害。我想问问各位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演员出身的嘛。现在在网上很多人老在也说，哎呀，这个演员什么年纪大了，老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。男演员其实也遇到这个问题的，我们会可能比较容易面对。女孩，而且是就是从少女
你演的22、23岁就一个爱情片，对不对？你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演前面的一些戏了。可能很多女演员让她去演妈妈的时候，她就有一个关口，有一个卡，她过不了。我真的想问一问女演员对这方面的看法。韩雪不说你啊。我之前一直在强调，其实每个女孩都会有尴尬期。尤其是我那么早，我16岁的拍戏，我20岁的拿奖，红遍整个香港东南亚。然后有个朋友真的很好，他告诉我：“恭喜你，你会老。”他说：“人如果有机会老，是你的福气。我家里就有人，他没机会老，有机会老，你要去欣赏，你要去感恩。我现在常常的告诉人家，我62，我今天还这样，我还挺健康，我还比你们的斗志更大。其实年龄嘛，就是一个号码嘛。所以有时候冲过了这个障碍，其实很多事情都能过去。不过我还会去制造机会给自己。我听说有一个好的剧本，我自己去敲门拿那个大纲回来看，研究完之后，我真的去安排一个偶遇的机会，我就把它抓回来。我试过很多遍，所以机会还是自己手里面。我一开始拍戏的时候，第一个戏就是女一，很幸运。但是其实我演了几年戏，开始我有点觉得我不想再演那些傻白甜了，有点不满足，所以我反而是跟小红姐有点像，我就去装扮自己成熟一点。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，21岁还不到，我就去烫一个很成熟的头，穿套装。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那个阅历。那后来呢？我觉得演员其实就是演人的人生。我唯一怕的不是怕很快要演老，我只是怕我演不到。尤其是现在我能见到小红姐，什么戏都可以演，还是女一，我觉得她是一个标杆，让我觉得真的不怕，有她在前面。我常常都听到很多观众说他们不想我们老，他看到我们老就好像记忆住他都老了。我们其实一点不害怕，真的有一种为女生而骄傲的那种感受，特别开心。我觉得有你在，我们一看过去200多岁，对的。凯晴41，怕不怕？站过来，来。我常常都觉得，其实外界的声音并不重要，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，会影响到别人来说我的时候，我反过来告诉他，这个我从来没有在意。对，其实真的，我觉得人生最重要还是心里面强大。我心里面强大，我觉得任何人都击倒不了我。我们真的是凭着我们的努力、实力。来一直从年轻的时候走到今天，走到中年，其实有什么角色我们都能演。那希望这个强大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鼓励看我们戏长大的人，跟我们一样。金枝玉孽的2位原剧老师们演的真的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前面那个没有看到你们的对手戏，可以再重现一下吗？为替祖母报仇，安茜欲向皇后行凶却失败。她心怀不忿之下，来到清安殿质问苍天天理何在。正巧遇到失事的如妃来殿中抄写经文。人哋話老天爺有眼，仲話咩善有善報。惡有惡報，但係點解我所見到嘅一切，全部都係賞不當功，刑不當罪啊！我奶奶只不過係一個好無辜嘅人，就係因為皇后一個人嘅私心，不明不白咁樣被送走咗性命。如果你係咁冇眼無珠嘅，我
我哋做乜要拜你啊？你似乎真係好想離開呢度啊！其實我唔係唔想離開呢度，只不過我已經再冇地方可以去。人喺無論任何境況，都會有眼前所求，就好似落魄如我，都會希望個天唔好咁凍，啲墨唔好凝結得咁快，等我抄經嘅時候可以抄得順利啲、暢順啲。哼！堂堂一個如妃娘娘，認命啊！隨便你點樣。乜你甘心情願俾皇后就咁鬥垮咩？甘心情願、俯首稱臣呢啲說話，從來都唔係嚟形容我柳姑落如月。做咩你唔報復啊？點解唔對付皇后，攞佢個命啊？乜原來你都咁憎佢啊？我都好想講個道理俾你知，皇后嘅命並唔係你同我可以有資格去奪取。當今世上，只有皇上先有呢個資格。你要讓皇上以你嘅喜愛為喜愛，要讓皇上以你嘅厭惡為厭惡，咁樣皇后就一定會比死更。如妃娘娘同安善到咗呢個時候，仲有咁有閒情逸致，臣妾真係深感佩服。但要同太后鬥，睇嚟只有死路一條。当佘诗曼老师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，哇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感觉小时候看的所有的画面突然冲到面前，觉得好震撼啊！要同太后鬥，點可以少咗你啊？點解你會喺度㗎？我嚟探班啊嘛！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我哋終於咁多年之後，18年後，竟然喺呢度重逢。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，因為我們這個戲已經18年了，好像拍完之後沒有試過3個人碰頭。我現在看見他們的時候，都覺得我們都成熟了。好久沒見。對呀。很多回憶都回來了。對，真的是18年前哎，尤其這個音樂一出來，對，我雞皮疙瘩起來，真的是會這樣。但是我的感覺是我們3個人都在京劇裡面，你們都不是好朋友哎，一出來我就覺得開始要鬥了。哎，翠雯姐，你還記得你當年戲裡戲外跟如妃有相似的地方嗎？我覺得我能呈現如妃是這個樣子的話，她肯定裡面跟我有很多像的地方。今天去選我的時候，我就跟她說幹嘛？我怕我演不了，她就叫我用眼睛瞟一下人，你不用看，你就隨便瞟一下、瞄一下就夠了。你知道嗎，如妃？當時你在拍京劇的時候，你戲內戲外都是如妃，都是這個狀態，是吧？都是這個狀態。在那個餐廳吃飯，你都是這樣的，真的。你知道為什麼？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還沒習慣嘛，人家叫我啊，我說啊一下，那個東西就啪，對，打到臉上。在跟那個前廳，他走路也是。對呀，這樣的，我說，哎，如妃來了，如妃來了。你知道這個也是監劇要求的，但是我跟他學的經驗就不同了。有一晚，你整個人崩潰了，你就撲在我的肩膀上。那個時候是剛剛棚裡面在集中拍你的戲，一個人的 solo 的時候，對，
其实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你脆弱的时候，我认识你这么久。如妃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女子。对，其实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，只是她好可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慢慢变成那个角色。对，都非常投入那个时候。对对对。我非常的感谢上天，因为在我接这个角色之前，我刚好是经历过人生最低潮的阶段，就好像打进冷宫一样，打了好多年。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不容易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，而且一直在还债啊。但是我也咬住牙，有很多事情我还是不会做，不愿意做，可能就是有一种傲骨的感觉在里面。我觉得后来演如妃的时候，就有那种精力放在中间，跟如妃一样是打不死的。无论你给我怎么样的困难，我都还是会站在这里。只有你给我再有机会，我还是会再重来的。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就是当个年代的如妃的印证，跟现代邓萃雯的那种独立女性的那种个性。